开始。主持人不是要先讲话吗？主持人，我不习惯当主持人。没关系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来宾，对，就是我们的品牌创办人。没有，不，擦掉，我不是品牌创办人。他说什么？不是，没关系。我们 QEM 品牌不是吗？我们QEM 品牌创办人，我自己讲，我自己带好了，我自己带。好，不用切，我一镜到底了。不行啊，刚刚那段不是要切掉？可以，我来。好 ，OK，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我已经介绍了这么多，超过1000多支的香水以上了。很多朋友陆续都告诉我们说，哇，你们很有毅力耶。就是每一支香水几乎每一天都拍1-2支，然后持续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对，那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在各位接触沙龙香之前，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品牌，这个品牌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牌子，那也是我们所有台湾人对香水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那这个品牌就是Jo Malone。反而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这个Jo Malone跟我的渊源。我记得我早上还调了一下我的历史 email。我们大概在2012年的年底第一次接触到Jo Malone这牌子，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在2012年之前大概做了8年的男性保养网站，就是在网络上面卖男生保养品。那卖了8年之后，前面几年成绩还不错，但后来平台崛起，电商崛起嘛，像是 Momo 啦、雅虎这些起来之后，我们这种电商网站就比较个人电商网站比较式微，所以那时候面临到了一个蛮大的转型期。那个时期也不晓得自己下一个阶段该怎么办了，就是有点茫然但是还是为了经营公司，还是得活下去嘛，所以当时人家常常讲一句话，打不过对方就是加入他嘛，所以我们当时也加入了雅虎，就是做雅虎的供应商。那做着成绩也没有特别出色了，因为我的产品大家也几乎都有。那有一次这个雅虎的 PM 就找我谈了，他说你的商品没什么特色，那要不然反正你时间很多嘛，你就去找一下最近比较陆续有人在问的牌子叫Jo Malone，但是他连看都没看过。老实讲，我第一次听到这牌子在2012年的时候，我也看连都没看过。但是当时找到一家唯一台湾的专柜是在微风百货，那是第一家。我一进去看的时候，我傻眼吓到，哇，40几个味道，这要到底从哪里开始着手起了？因为当时公司状况不好，资金有限的时候，你必须要集中火力嘛。那我也完全不懂它的价格真的是很厉害，居然定着当时的最高价香奈儿的价格在走。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就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也在2012年开始，我跟我的采购就是 Yoga 开始从国外找，他也很努力从国外找Jo Malone这个商品进来。结果没想到这个Jo Malone让我们在那个时代有一点一战成名的味道啦，因为当时几乎100%网络上都没有人有Jo Malone，我们就是第一个从美国把Jo Malone引进来的人。那当时 Julia 也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她人就在美国嘛，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两地串联，一直不断的把美国的Jo Malone引进来。所以后来Jo Malone一直从2012年发展到2016年、17年这个阶段，直到当时我跟很多进口商说，这个Jo Malone不错啊，你可以进口啊，帮我们进一下。没有人要理我啊，问了7家吧，8家都说啊，这个没利润，我不要做啊，这个没听过，我不要。好吧，你们不要就都我来吧。那结果我们确实在这5-6年的时间，把这个Jo Malone牌做起来了。所以我必须说，我人生中的贵人，其中有一位就是Jo Malone女士。Jo Malone女士，好不好？虽然她不认识我，但是我在遥远的台湾，我要跟Jo Malone女士致敬一下。好，非常谢谢她做我此生的贵人。如果不是她的话，可能我们现在后面也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么多的沙龙香。对。好，但是其实很多朋友来我们现场，
或者是看我们的网站，其实我们几乎是没有Jo Malone，很奇怪，很意外，就是说我们当时全公司都是Jo Malone，卖的也都是Jo Malone，可是到2018、19的时候，我居然说砍就砍，说断就断。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一点魄力，也需要一点这个创业家的胆识啊，因为当时一方面假货多啊，二方面巴菲特说的嘛，这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就要惶恐了，所以以前没有人要，所以都我来。好，那后来变成大家都有进口了，那我就不要了，我才开始往下一阶段说，我觉得台湾的人慢慢可以接受到金额比较高一点的单价的香水，甚至也比较稀有的香水，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跟 Julia 开始一起找这个欧洲的这种小众香水的品牌。所以 Jo Malone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别具意义的一个，怎么讲，算是垫脚石啦，让我们能够踏上去，到下一个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所以我非常非常谢谢他。感谢他，对，感谢他。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拍，今天开始要连续录60集的Jo Malone，没有啦，拉回来我们的怀抱。现在有60支了吗？没有，超过了，他应该已经超过了。对，那我们今天从他最经典的开始对介绍起嘛。对，当时我第一支闻到的时候是针管啊，我告诉各位，在网络上面针管开始卖的时候，也是我第一个。好了，所以只是我现在都不卖了。那针管，因为它有太多味道，我觉得你还没有尝试过这味道的时候，你一定会先买小的来试香。对。然后我自己第一次闻到试香，我吓到，反倒是它的红玫瑰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市场资讯有限，或者是商品有限的状况之下，你能够闻到，台湾人喜欢玫瑰嘛，所以你能够闻到玫瑰，大概就是 Chloe 水漾玫瑰啦，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Post-Smith 的玫瑰啦，永远都是这种调和出来的线性式的这种玫瑰。对，因为你的资讯知识有限，所以你能闻到当然就有限。那Jo Malone的针管，我第一次喷出红玫瑰，他带我从2D 的玫瑰转变成3D 的玫瑰，是有层次的哦。我闻到了花瓣的味道。我闻到玫瑰的香味，我闻到绿叶的味道，我闻到这个梗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次让我大开眼界，香水可以这么样的立体，3D 的形态，所以我第一次比较印象深刻是红玫瑰，但是红玫瑰当然卖得很好，台湾人还是很喜欢，那可是它卖的最好，全球第一名的，大家应该猜不到，居然是这个石榴啊，那个。黑石榴，那个黑莓鱼月桂叶吗？不是，是黑石榴，你们想不到的黑石榴，对。那但是台湾亚洲区最喜欢的是我手上这一支小苍兰，那也是卖最好的，对，英国梨小苍兰，对，那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品啊。对，好，那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要说他有哪一支我不喜欢，老实讲还没有，因为它就是非常迎合大家口味。但是这个英国梨小苍兰却是在当时整个香水业里面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味道，所以你几乎可以走在路上，女生口袋里面都有一支英国梨跟小苍兰，清新好闻又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味道。那我觉得闻着闻着，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年轻女生，大概18岁到28岁之间，乱说，30-40岁也可以用啊。对了，你手伸出来不要入境，也都是这个年纪的。这个香味还带动了，你这样子会得罪一半女生。这个香味还带动了各种香氛产品的市场上开始出这个香味。如果你去小北百货，你就看到那个非常多英国梨小苍兰，各种产品，洗发精、润发、洗衣精，都开始有，这就是台湾人厉害。好，所以。你说台湾一个牌子其实很难持续被喜欢5-6年了，我觉得Jo Malone已经算很了不起了。通常2年就大家喜好就一直在转变了。但我觉得Jo Malone它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让你很清楚可以了解这个味道
它是长这个样子。比如说玫瑰，它是这个味道。对。然后可能它会有很多特别的，像伯爵茶、小黄瓜，对，这些类似的，你会觉得以前你不知道这些味道是什么，但是你透过 Jo Malone 的品牌，因为它把每个味道都独立出来做一支嘛，那你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哦，原来这个味道它可能是这个呈现这样子。在你叙述的过程当中，英国梨症慢慢的要退去。对，你知道这个，它一刹那出来，它几乎就让我想到将近10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到 Jo Malone 的那个2013-12年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我在打拼，还在睡在公司的时候，就是充满了英国梨与小苍兰、红玫瑰的味道，围绕在整个 office 这样。对，因为我睡在公司嘛，是一个回忆。对啊，其实到目前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人是透过 Jo Malone 去了解到沙龙品牌的世界嘛。那我们觉得说，其实 Jo Malone 对整个沙龙香来讲，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想要把这个品牌再介绍回来给一些可能刚入门沙龙的香水的朋友们，让你们可以去了解。这一个特辑叫做不要忘本啊，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那好，目前这一支前调，我想再请教一下2位女生哈，就是目前这前调在你们身上，英国梨小苍兰怎么呈现？现在是英国梨啊，对，小苍兰还没出来，它梨子的味道就是那种清甜，对不对？果香清甜，然后梨子的那种甜香气，很非常的浓郁，然后又让人家有精神。对，因为其实它刚喷出来刹那是水嫩的水梨的香气。OK， 现在水的感觉退下去之后，香甜的味道出来，清新香甜的味道出来，对，就变得很有层次。对啊，是。那英国梨本身是带着清甜的水果的味道，果香，对不对？但是小苍兰又是小白花的味道，哇，那这2个结合，知道这个是特别在女生身上，就是一种清新脱俗，又带着小美女的味道，小美女，又是带着气质优雅的味道。就是它的联想就是跟美，所有一切美的东西串接在一起。对，就连她不讲话都是如此的美，光闻味道，坐在她旁边，一直深呼吸，都觉得她长得很美。对不对？这个人家以为我是这个呼吸困难了，都要救我一下。对啊，是一支男生女生闻的都会还蛮喜欢的味道。对啊。好，那这一支英国小苍兰有没有给你们2位什么样的小故事呢？就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第一次跨入沙龙香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嘛，对不对？对，当时对你只要闻到这个味道，你就会想到 Jo Malone。代表。对，因为他在他之前我没有闻过类似的味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然后又会带给你清新感。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在接触都是商业香嘛，那商业香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比较综合花香或综合果香花香，但是闻不出来那是什么味道。你会觉得说那是一调香师特别去调出来的一个特别的味道，但是你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对，但英国梨小苍兰就会让你觉得说，原来这个就是英国梨跟小苍兰的香气。OK，好，那学姐这一支，你在认识Jo Malone之前，你已经在香水产业了吗？对啊，真的已经很久了。我知道Jo Malone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人听过他。真的啊？我刚开始知道Jo Malone的时候是在泰国的香氛店香氛店。OK， 对，那当时你在接触了，已经算是沙龙香了嘛？你算是先驱了吧，对不对？那时候闻到其实就觉得它很特别，是在于，它不复杂嘛，它就是每一支都是单纯的，可能只有1种或2种香调给你。对，那你只能闻到那个很单纯干净的香味。是。那好闻，它其实每一支都好闻。对。但你不能要求线性香它会持香。对。但是它倒是它每一支我觉得都不会
有的香水是你一喷出来那一刹那你也惊，它不会，它每一支闻起来都是舒服的。对啊。然后这一支是台湾人爱的那种感觉。对，水嫩的，对，清甜的，就是清新香甜，年轻小女生的味道。对，而且它把英国梨跟小苍兰配在一起。其实它应该是要用小苍兰去衬出英国梨的香味，因为小苍兰是自带果香的花香，真的啊，然后，其实我现在还没闻到小苍兰，我到现在还在英国梨啊。它用小苍兰去延续英国梨的清甜感，可以在身上比较持久，不然照道理讲应该一下子就没了。对，非常谢谢学姐的专业讲评哦。那现场我们也来了一位，当年也是年轻小女生，10年前跟着我一起，现在还是很年轻，现在还是年轻。她跟着我一起，在这个最困难的阶段，台湾都没有人认识Jo Malone的时候，我没有套她说要来，结果她出现了。我们一定要，我们要邀请我们当年一起采购的 Yoga， 好不好？命中注定，来镜头前。有，我椅子都帮你准备好了。对 ，Yoga， 当年一起采购的伙伴。好，来，让你说一下这一支对我们别具意义、寓意非凡的Jo Malone，好不好？来，这个麦克风交给你。还记得英国梨味，突然才自然，好不好？还记得英国梨吗？它应该是我们差不多10年前的第一支。对，英国梨，还有我还记得有蓝风铃，对，黑莓月桂叶，对，橙花，是，所以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是个回忆。对，我闻到的是满满的10年前的回忆，对，包含我说我睡在办公室的味道，就是对，办公室这么香，睡在办公室这么香，对，那你当时聊一下，你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说要采购Jo Malone。你对他有印象吗？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当时真的是不知道。那时候我记得台湾还没有Jo Malone的专柜，是直接有一个柜人嘛，直接跟我们讲说，这个牌子你们一定要去 hold 住，这个东西见大功，对，立大功，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是，在我以前10年前的时候，我就想说很踊跃，然后这个牌子有戏哦，我会觉得有戏。然后一方面，老板 support 我，对，让我去开发多样开发。后来我记得我当时凌晨吧，晚上，因为美国时间啊，美国时间是人家的凌晨，对啊，没错，早上正好差12小时。对，所以我会记得我当时的年轻的时光，就11、12点还在跟卖家确认有没有帮我买到英国梨、小苍兰，是最夯的第一个最夯的口味，一定要被带到。没错。对，就是当时我还记得弄了差不多有半年吧，才把一些我觉得很 OK 可以帮我们带货，我们信赖的卖家，把它抓出来。那时候我记得大概有10几个，我在挑，后来最后挑，大概只剩下3个。OK。对，3个我会觉得跟他往来之间快速回复，然后我觉得他也有信任感，给我的感觉其实从话语之间、信件，我们都用 email 联络。对，当时10年前对了，还 email 了，那时候还在 Skype 的阶段，对不对？当时我还 email， 然后等他回，然后先做别的事，然后再等他回这样子。当时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是，所以对你来讲也非常的有情感了，对不对？对。你有没有在Jo Malone经手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味道？虽然今天我们主题是英国梨小蓝，但你有没有更喜欢的味道？我最喜欢的是橙花。真的啊？我可能本身是个10年前跟10年后都是我第一支拿到针管，我就是送我妈妈橙花。她试了就说，她说我喜欢这个味道。对，你知道，听到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就麻烦了。就是要买，对，买是大的。所以橙花，我喜欢橙花的味道。OK，橙花也好闻。反正你喜欢橙花了哈，我反而是最喜欢，我后来越来越英国梨喜欢蓝风铃，那时候又更爱。对，那可是我有一点年纪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喜欢黑莓月桂叶，因为它有那种深层的那种果感，所以这个牌子确实给我们
这整段时间回忆起来，包含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沙龙香，这仰赖于这个Jo Malone给我们满满的记忆啦，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Jo Malone女士说的呢？对，我要补充，当初我记得一排整柜都是Jo Malone，然后出货的时候还大姐还要现包那个缎带缎带，对，然后还要帮忙把那盒子擦一擦干净，然后寄给客人。是，我们当初这么用心的采购回来，然后也很用心的出货给大家，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循环。到现在，虽然市面上很多Jo Malone，而我们就是可能都不做了，我们往更对，人要往上爬，对，我们往更高一阶爬，但是它还是依旧是我觉得在佩杰回忆给我蛮大的一个采购经验，对，我觉得这要对女生来说，男生就要讲说，你在我心中永远放在一个位置。丢也丢不掉，对，不是丢也不能丢了。对，这一句就没有加到分了，就留在心里的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样。对，即便他没有一个重要的位置给他。对，所以这个我觉得Jo Malone这个牌子，近期让我想到应该再来好好的把影片重新回顾一下，回顾经典。对，非常谢谢你跟我们一起那时候从0到1。这个重新打拼的阶段，感谢，才有今天的我们。你是非常重要的采购帮手，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当时 Yoga 的熬夜，对啊，日夜颠倒的，跟好像在看美国盘一样，跟美国做联系，对不对？人家是在看纳斯达克指数，你是看那个Jo Malone指数，对，好，对，所以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后续这些几百个品牌的沙龙香带给台湾人更宽阔的视野，对不对？好，所以我最近常讲，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好，所以当你知道的资讯跟知识有限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活在自己局限的范围里面，那其实是世界是很大的，是全世界不是绕着台湾在走，当然还有很多国外的。美好的东西跟事物值得我们去开眼界、探索了。那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带进来，对，给更多人知道、认识。那不只认识，国外资讯 YouTube 你点一下就听得到，可是你不一定能够闻得到。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带进来，让大家可以在现场闻得到，对不对？没问题。好吧，那英国梨小苍兰，你会给他0到10分几分呢？我会给他9分，9分，给他9分的原因。其实我觉得Jo Malone还有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它是可以揉香的，对，它是可以搭配其他，比方说英国梨可以搭配海盐、鼠尾草，它是可以做多方面的搭配，所以在我认识揉香这个字眼，其实我是从Jo Malone，对，他就标榜可以揉，对，所以英国梨我觉得刚刚的9分，OK，好，对，那问一下。我们那个林心地，今天代班主持人，代班主持人，假主持人，代班主任。0到10，你会给他？我们要给他10分。10分的原因，因为他还是很就我觉得他不一定是我Jo Malone最喜欢的味道，但是他是代表Jo Malone。对，光是这一点我就要给他满分。是 OK，那味道也是很前所未见，在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支。好，那学姐呢？这一支你会0到10给他几分？0到10，9.5分。我觉得，它算是它所有香水里面稳定性最好的香味的稳定性，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红起来就会味道会跑掉，它没有，它这一支的稳定性一直都是算很好，香氛界的指标，英国梨加小苍兰，所有后来仿效它的都没有它表现得好，所以这一支可以给它9.5分，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指标性的香味了。然后它也算是它的线性香水里面比较可以持香的那一支。对，虽然它清香，但是它算持香。对，就是以它跟它其他线性的香水比较起来，它这一支算是会成为指标，也是有原因，因为它还是持香度有啦。
OK，所以大家才会都会喜欢它。好，谢谢学姐。那我会给这一支英国梨小苍兰，我会站在销售的角度立场来给它分数，因为它是大卖，所以绝对是12分的香水。这即便我现在没有在做这一个牌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英国梨小苍兰绝对是那一个时代的经典代表作，因为它在所有线性香水里面又再拉高了一个层次，是大家闻到前所未有的味道。也带出了台湾人对于香水原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发展路线。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支是非常重要的代表。重中之重，谢谢 Yoga 跟我一起回味这一个经典品牌Jo Malone，特别是英国梨小苍兰。下次见。谢谢，拜拜。当初的努力，没有白费。拜拜。拜拜。